你看到的369是大腦設的一個局。最近有位觀眾跟我說，369這組數字最近在他生活裡反覆出現，車牌尾號是369，外賣單號裡藏着369，連健身房儲物櫃都是369號。他說感覺宇宙在給他發信號，還提到了榮格的共識性，覺得這不像是巧合。網上管這叫天使數字，意思是某種更高的存在在通過數字跟你溝通。這個說法在社交媒體上傳播極廣，很多人深信不疑。我今天想認真回應這位朋友，把這件事從頭到尾拆乾淨。但在展開之前，得先告訴你一個壞消息。那句在網上流傳了10幾年的話，如果你知道369的壯麗，你就擁有了打開宇宙的鑰匙。很多人以為是特斯拉說的，但查遍特斯拉所有的論文、專利、書信和公開記錄，這句話找不到任何原始出處。目前能追溯到的最早痕跡是2009年、2010年前後的幾篇英文博客和網絡留言，再往前就什麼都沒有了。它更像是另一句同樣查無實據的特斯拉名言的變體。那句話說，想找到宇宙的秘密，就從能量、頻率和振動去想。最早也只是一個叫伯格施特瑞瑟的人聲稱自己在一次私人談話中聽特斯拉說的，一句没有任何文獻支撐的二手轉述，幾年之內就變成了全世界都深信不疑的名言。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立杰。特斯拉確實對數字3有執念，這一點倒是真的。他每次進房間要繞樓走3圈，住酒店必須住能被3整除的房號，用餐巾紙也要用18張。但這些行為在今天的精神醫學看來，更接近強迫症的臨床表現，而不是什麼宇宙密碼的證據。好，名言的來歷搞清楚了，但問題還在。那位觀眾的體驗是真實的，他確實在到處看到369，他不是在編故事。所以真正值得追問的是，你的大腦為什麼會讓你反覆看見同一組數字？我先不給答案，你跟我做一個小實驗。從現在起，你在心裡默默記住一個數字，比如247，然後接下來3天，你注意觀察你的手機屏幕、快遞單、超市小票。我敢打賭，3天之內你會開始在到處看到247。這個現象在認知科學裡有個名字，叫頻率錯覺。1994年，一個美國人給報紙寫了封讀者來信，說他偶然聽到了一個德國組織的名字，結果接下來幾天到處都在看到。他覺得不可思議，但答案非常樸素。你的大腦每秒鐘接收大約1100萬比特的感官信息，但你的意識能處理的只有大約50比特。什麼概念呢？你清醒時經歷的 99.99% 的信息全都被大腦在後台默默過濾掉了，你根本不知道自己錯過了什麼。而一旦某樣東西被你的注意力標記為重要，大腦就會把它的優先級調到最高。從那一刻起，你開始到處看到它，不是因為它出現的更頻繁了，而是你的濾網被重新設置了。這背後有2個認知機制在聯手欺騙你。第一個叫選擇性注意，就是大腦自動放大你標記過的信息。第二個叫確認偏誤，你每看到一次369，就覺得自己的直覺被驗證了一次，但你不會去數同一天你看到了多少次248、517、830。你看到369会記住，看到別的數字会自動忽略。這2個機制疊加在一起，就制造出了一種極具欺騙性的體驗，讓你真誠的相信宇宙在用這組數字追着你跑。更絕的是，一旦你開始相信這組數字有特殊含義，你的大腦會進入一種自我強化的循環。你越在意它，就越容易看到它，越看到它，就越覺得自己的在意是对的。這個循環一旦啟動，你甚至會不自覺地在日常生活中創造出更多遇到369的機會。你可能會說，好吧，就算是認知偏誤，但為什麼偏偏是369呢？這個問題問得好，因為369在數學上確實有點不一樣。你跟我做第2個實驗，把1不斷翻倍，1、2、4、8到16了，把1加6得7，繼續翻32， 3加2得5，再翻64， 6加4等於10， 1加0得1。
你發現了嗎？1、2、4、8、7、5，然後又回到1、2、4、8、7、5，6個數字無限循環，永遠不會出現3、6、9中的任何一個。但是3翻倍呢？3變6， 6變12，1加2等於3， 3和6在自己的小圈子裡轉。9更絕，9翻倍是18， 1加8還是9，它永遠指向自己。在十進制裡，1到9這9個數字天然分成了2個世界，1、2、4、5、7、8是一夥的，它們在翻倍的过程中互相追逐。3、6、9是另一夥，它們自成體系，不跟別人玩。數學家叫這個魔9算術。9是十進制裡最大的單位數字，它像一面鏡子，任何數字加9，數字根不變。3和6是9的因子，它們繼承了這種对称性。這就是為什麼有人把3、6、9叫做控制數字，不是因為它們有什麼神秘力量，是因為在我們的計數體系裡，它們確實站在一個特殊的結構性位置上。但這裡有一個絕大多数人不會注意到的事實，3、6、9的這種特殊性完全依賴於我們碰巧用了十進制。為什麼人類用十進制？因為我們有10根手指。如果你是龍蝦，你有8條腿，你會用8進制。那個時候站在特殊位置上的數字就不是3、6、9了。瑪雅文明用20進制，因為他們把腳趾也算上了。巴比倫人用60進制，至今還留在我們的鐘表和角度單位裡。每一種進制都有它自己的对称数字，但沒有哪一組比另一組更接近宇宙真相。如果有，那我個人覺得2進制最接近吧。換句話說，3、6、9的壯麗不是宇宙的屬性，是10根手指的屬性。這個事實可能讓一些人失望，但你先別急着失望，因為接下來的部分才是真正值得驚嘆的。到這裡，認知偏誤和數學特性都拆開看過了，但那位觀眾還提到了榮格的共識性，這個概念值得認真聊幾句。榮格1952年正式發表了共識性原則，定義非常精確，有意義的非因果性關聯，3個關鍵詞：有意義、非因果，同時發生。他舉過一個經典案例，一位女患者在診室裡描述自己夢到了一只金色甲蟲，就在她說話的那一刻，一只玫瑰金龜子飛過來撞上了榮格診室的窗戶。他認為這不是巧合，而是某種更深層的秩序在顯現。大多數認知科學家認為，共識性的體驗可以被確認偏誤加上人類对概率的系統性低估完全解釋。這裡有一個反直覺的數學事實，你在一間屋子裡，只要有23個人，其中2個人同一天生日的概率就超過 50%。70个人的時候，概率超過 99%。我們的直覺會覺得365天裡23個人撞上同一天，太難了吧？但概率不是這麼算的。你想想看，全球每天幾十億人經歷幾百億件微小事件，在這個尺度上，不發生驚人巧合，才是統計學意義上真正不可能的事。但榮格有一個洞察，是概率論覆蓋不了的。他真正想追問的是，為什麼某些巧合會讓你心裡一震，而絕大多數巧合你根本不會注意到？這個一震從哪兒來的？這就涉及到一個比認知偏誤更深的層面。你的大腦為什麼天生就是一台瘋狂的模式識別機器？答案要從你祖先的草原上找。幾十萬年前，你的祖先聽到草叢一響，必須在0點幾秒內做出判斷，是風還是一頭豹子？如果把風當成豹子跑了，代價是浪費一點體力；如果把豹子當成風沒跑，代價是命沒了。自然選擇不在乎你判斷的對不對，它只在乎你活不活得下來，所以它瘋狂偏好那些寧可誤報1萬次也不漏報1次的大腦。你今天在369裡看到宇宙信號的那個衝動，和你祖先在雲朵裡看到人臉的衝動，跑的是同一條神經回路。這條回路是你活到今天的原因，但它的副產品就是你會在隨機噪聲裡看到意義，在沒有模式的地方硬找出模式。1958年，德國精神病學家康拉德給這種傾向起了個名字，叫空想症。它是大腦為了活命而付出的代價。你仔細想想，人類歷史上絕大多數信仰系統，占星術、命理學、塔羅牌、風水，本質上都是這套模式識別機制的文化產品。
人類實在太害怕隨機性了。一個沒有模式的世界，一個純粹由概率驅動的世界，對大腦來說是無法忍受的。所以我們寧可相信星座決定性格，寧可相信數字攜帶天意，也不願意接受一個樸素到殘忍的事實：大部分事情的發生沒有理由。但問題是，這種對模式的渴望是不是完全沒有道理？講到這裡，如果我告訴你一切都是認知偏誤，然後就收工，那今天這期就太便宜了。因為認知科學只回答了一半的問題，它解釋了你為什麼會看到不存在的模式，但它沒有回答另一個更深的問題：這個世界裡到底有沒有真實的模式？佛學裡有一個概念叫着相，金剛經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你在369裡看到宇宙密碼，這是着相；你在每個巧合裡尋找命運的暗號，也是着相。從這個角度看，認知科學和佛學在2500年的時間差裡指向了同一個結論：你看到的模式不在世界裡，在你的過濾網裡。但反過來想，為什麼你的濾網恰好是這個形狀？為什麼十進制下的數學恰好在3、6、9這裡出現對稱？為什麼自然界到處都是3重和6重對稱？雪花的6瓣，蜂巢的6邊形密堆積，石墨裡碳原子的6邊形排列，這些對稱結構不是你的大腦發明的，它們在你出現之前幾十億年就已經在那裡了。物理学家泰格马克提出過一個大膽的假說，叫數學宇宙假說。他的意思不是說我們可以用數學來描述物理世界，這個人人都同意。他的意思是，物理世界本身就是數學結構，不是數学在描述現實，而是數學就是現實。粒子、立場、時空這些東西在最底層不是由物質構成的，而是由數學關係構成的。這是一個標注為猜想的假說，遠沒有成為學術共識。但他提出了一個讓人無法忽略的問題。你看看自然界，從銀河系的螺旋臂到向日葵的種子排列，從海螺的曲線到颶風的形狀，斐波那契数列和黄金比例反復出現。沒有人教過向日葵什麼是斐波那契，這些數學結構就在那裡，沉默地運行着，不管你知不知道它們的名字。如果泰格馬克的方向是对的，那你在369裡隱約感到的那種秩序感就不完全是幻覺。你的濾網確實在騙你，確認偏誤確實在放大信號，但你感受到的那個直覺，那個隱隱覺得世界底層有秩序的直覺，可能真的碰到了什麼東西，只不過你碰到它的方式是錯的。你在對的方向上犯了一個美麗的錯誤，你用着相的方式碰到了一個只有不着相才能看清的結構。你把手指當成了月亮，但月亮確實在那裡。金剛經有一句話，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意思不是說相是假的，所以不用看，恰恰相反，他的意思是你必須先老老實實的看清楚相是什麼，看清楚它的結構、它的邊界、它的局限，然後穿過它，才能觸碰到相背後那個不依賴於任何特定形狀的東西。不穿過相，你到不了那裡。但如果你停在相上面，把相當成終點，你就永遠被困在這裡了。369就是這樣一個相，它是真實的數學對稱，沒錯，但它不是宇宙的終極密碼，它只是你碰巧能看見的那一層窗簾，窗簾後面的東西不常369的樣子。所以回到最初那個問題，你總在看到369這件事本身同時是兩樣東西，它是你大腦在騙你的證據，也是你的直覺在敲門的證據。宇宙不是在用369給你發信號，但你之所以會被369擊中，是因為你心裡本來就有一扇窗戶一直開着，一直在等某種秩序走進來。這扇窗戶是什麼？為什麼有人的窗戶朝向數字，有人朝向音樂，有人朝向星空？這個問題我還沒想清楚，但我覺得它比369本身重要得多。你覺得呢？你心裡那扇窗戶朝向哪裡？我是王立杰，我們下期見。